舍，让时光融化一切动荡和曲折。旅途上曾携手一路寻找，起伏飘摇，何处才停歇？在你我梦里的家园，手中我的幸福多少都值得守护，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，不管多漆黑都要穿越。我们在黑夜里跌撞，曙光中远航，用泪用欢歌笑语将希望点燃，愿与你在乘风破浪，追着明天的理想，也努力让眼前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灿烂。妈妈，说再见。你对俊腾有什么打算？嘉儿，嘉儿，你抱抱俊腾吧，或许让爸爸抱一抱，他就不哭了。
谁？怎么是你啊？哇，原来你打人可以这么狠的！我明慧，如果我没死，你嫁给我，好不好？嫁给你。老婆啊，以后呢，每年的这一天，我们都来这里拍照。先带老大来这里拍，然后再带老二、老三、老四来这里拍照。我抱抱，你休息一下。乖，经常乖啊，不哭不哭啊，不哭不哭不哭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直哭不停。这孩子可能已经知道他妈不在了。他一直哭，我实在担心，回到嘉儿身边，嘉儿会心烦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希望我的直觉是错的，但是我觉得嘉儿好像有点怨恨这孩子，你觉得呢？也许嘉儿把明慧的死怪罪在这孩子身上。孩子是无辜的，如果从小就被父母怨恨，那会是他这辈子的不幸。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想跑啊？哎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青云大哥，哎，我求求你，我得还你钱的，还你钱。我没催你还啊，是你自己要还的啊。有借有还，我最喜欢借钱给你这种人。拿钱来。等等我，等有钱才还我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个屁！我就知道你来这招。今天不还钱，我就……不要！哎，金贵大哥，我不想绝后，我得有钱还给你，求求你啊！不结也行，那就留个纪念。做下呢是講究，我想加上間會嘅呀。怎么啦你？你的脸怎么比关公还红啊？打弄花的。嘘，你明知故问呢？哎，还有个欠字帮我擦掉。现在用红漆写个欠字，他下回会怎么做？他警告过我了，再没还钱的话，剪掉了这个。哎呦，那会没命的啊，那怎么办？我想过了，都没有钱还，我就跑路喽。那孩子跟我们一起跑路啊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不行。孩子都养不起了，不如卖掉了。你要卖孩子？卖了就有钱啊，有钱男孩子更值钱呐。哎，子聪一生下来啊，心就有动，第一个把它卖掉，省得以后麻烦了。长这么大，子聪都没事。再说，人家要的是小宝宝。大的卖是一点麻烦，不过送给人家就没问题了。哎，可能还有钱拿哦。你要送给谁呀？有一个好人。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不是。你们怎么舍得不要自己的孩子？我们是逼不得已的，所以希望你收留我们这可怜的孩子。
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啊！可怜他们吧，收养他们，他们很可怜的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。你先起来吧。你们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可以尽量帮忙。不过收养孩子，我们真的不能答应。其实给孩子吃3餐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呀。什么3餐不是问题呀？3条骨泥我们都要吃2、3天呢，有时候还要到路边去捡那些菜头菜尾，又不是问题。是啊，这样没得吃了，干脆叫子聪子华不要读书算了。现在你们让他们离开学校，将来他们就要一辈子受苦。如果给你们领养啊，他们读书就没问题啦。你真的舍得不要孩子？其实我也舍不得的，但是总不能叫他们跟我一辈子，像我这样没出息吧？只要好好找份工作，一定有办法的。你们还是把孩子留在身边吧。干脆不要再为难他们了啊！干脆把孩子找一下给卖掉算了。不能卖掉孩子。那你希望孩子有书读，好日子过吗？走吧。等等，你是答应收养我们的孩子啦？你不是说想要抽出多一点时间去教课吗？不如请个人到家里帮忙做家务，怎么样？不过，还是希望你们让孩子继续念书，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。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了。谢谢洪律师，谢谢律师娘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是我再生父母啊，干爹干妈，谢谢。不要这样讲。别这么说。对了，我老婆的工钱我能不能预支啊？好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们会这样安排，都是为了孩子。你要好好找份工作，不要再赌了，要不然以后有什么事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帮忙。你放心好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得找工作做啊！我要赌的话，我砍手指给你看。哎，好像有婴儿的哭声啊。是我弟弟的儿子，我们暂时帮他照顾。早安。早安。早，法蒂玛。今天是我第一天来妇产科报道的。欢迎，我已经收到消息了，办公室在那一边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听说是你主动要求转过来，为什么？我是被大明西无私的贡献感动，是他让我觉得驻场护士的工作是神圣的，所以就决定转过来接受训练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去报道了。俊腾，哎呀，别哭，律师娘，是你啊？梅雪，带俊腾来检查吗？是啊，做黄疸检测。怎么一直哭啊？让我抱抱吧。他整天哭不停，我和当勇怎么哄都哄不了他。没想到被你一抱，他就不哭了。或许他跟我有缘吧。对了，他爸呢？佳儿心情不好，我们暂时把孩子带回家照顾。那他有没有过去帮忙照顾俊腾？这么说，他也没有看看他。这怎么行呢？他天天在忙着什么？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就是去明慧的坟前。
当驻场护士真不简单，不管大太阳或者风吹雨打，都要按时探访妈妈和宝宝，连外岛都不能马虎。是啊，哎，明星，你又来了。是啊，我来跟你们介绍吧，她是新同事梅雪。王先生、王太太，你们好。请问宝宝有没有定时喝奶和大便？有，谢谢你们来看他。这些维他命丸是给宝宝吃的。啊，你们现在有4个孩子，我们必须跟你们谈节育的问题。节制生育就是采用避孕法来降低妇女受孕的几率。上次我给你的避孕药，你没有吃吗？有啊，我让他吃了。哦，不是的，避孕药是妻子要自己吃的。那安全套呢？有用吗？有啦，我把它套在那里，应该不会怀孕了。你没有跟他们解释清楚吗？有啊，上次我用竹竿示范，我以为他们明白了。其实安全套不是套那里的。那套哪里呢？你们行房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。你真的在这里？起来！起来呀！我要在这里陪明慧。你要沮丧到什么时候？把孩子丢在家里，一个人守在这里，你觉得明慧会开心吗？明慧是为了救人才牺牲自己的，她不会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。明知道跟我在一起的女人都会死，为什么上次的教训我还不怕？为什么我要连累明慧？我真是个混蛋，是我害死明慧的，是我害死明慧的。现在没有人在怪你，明慧也不会后悔的。就算要她再选择一次，她还是会选择嫁给你，因为连我都看得出来，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，是她这一生中最开心、最快乐的。我知道，她现在一定是在天上，跟爸妈团聚。她不会有遗憾，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俊腾。明慧难产而死，你可能怪罪这个小孩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想，那对俊腾太不公平了。宽儿的情况你也看到的，难道你要他跟宽儿一样，在充满怨恨的环境下成长吗？佳儿，好好照顾这个孩子，让明慧在天之灵看到俊腾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在成长，这就是你可以为明慧完成的心愿。你不会让他失望的，对吗？
照顾俊涛。对不起。明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。嘉儿，你是来看俊腾的吗？他老是爱哭。嘉儿，抱抱俊腾吧，或许他喜欢抱抱抱。我是来带宝宝回家的。宝宝是我跟明慧的孩子，我是有责任自己照顾他。你一个人应付得来吗？我会请保姆照顾孩子。你就让嘉儿试着照顾俊腾吧。总之，我们有空就多去看看他们。嘉儿是俊腾的父亲，没有人比父母更亲的。哎呀，我的宝贝俊腾哦，要乖乖了哈。带你出来走走啊！住开！喂，别跑啊你！老婆婆，你没事吧？手痛，我看一下你的手。脚有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起来！扶到去那边坐。谢谢。俊腾，我的孩子呢？马龙龙，梅雪，我正要找你。俊腾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才救人的时候，一转身他就不见了。会不会是被人家偷了？你敢去偷他呀？欠我的钱几十万。我们过去那边找找看。哎呦！快人钱的！痛哎呀！哎，金管大哥，我把它卖了就有钱还给你啦。哎，莫洛，你帮我把孩子卖了，男的有人要的。这个孩子是刚才那个男人的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男人喽？废话，这我也知道。他叫胡家，最近才改叫张家，是当年黑道响当当的人物。你敢动他孩子，你不想活了？你不说我不说，没有人知道啊。你想被他砍死是你的事，但是钱一定要先还我。3天之后我来拿。不要哭嘞！哎，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来，走。哭了，哎，快！走快点！不要哭了你。哎，俊腾，别哭，爸爸在，没事吧？他怎么会长疹子的？马上带他去看医生。啊。想不到之前一直哭个不停，是对奶粉敏感。
看来我们2个必须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婴儿的需要。我还以为我耳聋了，听不到俊腾的哭声。我以前确实没有用心去听俊腾的哭声。当个爸爸，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要学的东西以后再说，现在最苦恼的是，等一下俊腾肚子饿该怎么办呢？对啊，医生说最理想的是喂他喝人奶。可是现在要去哪里找人奶给俊腾喝？就是了。我有奶了。不是我，我是说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可以喂俊腾喝人奶。好啦，你可以进来了。乖乖。谢谢你啊。啊，不用。这一点小意思，拿去吧。不能要你的红包的，不行，我什么都没做。那，你自己在坐月子，还特地跑来喂饱俊腾，这个红包是应该收下的。谢谢你啊。这么小的孩子，一生下来就没有妈妈已经够可怜了，还要让他饿肚子，谁都不忍心啊。那青姐，以后我希望你能多过来喂俊腾。啊，不方便的，你要赶快想办法解决孩子喝奶的问题。在我还没找到适合的奶粉之前，我想请你到我家当俊腾的奶妈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你还在坐月子，暂时不会回去戏班唱大戏。求求你，帮个忙。好吧。明天记得再来啊！再见，别跑这么快，哎，回家啦哈！任师娘，现在越来越多家长们都愿意让孩子来这里读书了。你看，他们现在懂得字儿越来越多了。10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未来的路还很遥远。不过，有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宋大叔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一鸣再见。再见。书来，怎么这么久没送书过来？唐山的局势一片混乱，听说已经封闭了，里头的人不能够随便出来，连书本啊也不能够随便出口。您看，好不容易才拿出那么一点，那该怎么办啊？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哎，不会的，别去跟你妈乱说。如果有进一步消息，得马上通知我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宣布新加坡国民服役登记定于2月28日至4月18日为止。凡是在1949年1月1日至1949年6月30日出生的男性公民，都必须办理登记。啊！我要当兵了。说什么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去当兵。如果打仗，那我们的孩子不是回不了家了吗？对呀，不能让孩子去送死。我们一定要反对到底。我们去示威。对，去示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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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，请听我说。我听说英军打算撤离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果英军真的撤退，国家的防卫就会处在危险的情况。万一有敌人侵犯，谁来保卫国家？那政府要自己想办法，怎么可以叫我们的孩子去送死？新加坡独立了，所以需要建立自己的军队，保卫国家。你的孩子还小，不用去当兵，你当然说得轻松啦。去当兵的话，那我不用读大学了。唉，
为什么不要等到明年才宣布国民服役啊？妈，别说了，我要找同学谈这件事啊。早一点回来啊！哦，做生意的。春凤姐，给我1碗面，辣椒不要太多啊。哎，得晒！哎，猪肉来了！来了来了，啊，放这放这。今天早上才刚杀的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律师娘啊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人家律师娘啊，钱多时间更多，现在在我们的书店里啊，免费给小孩子上课。嗯，真的不收钱啊？这里是学的孩子很多，我也只是尽一点绵力。我们甘崩啊，没读书的孩子更多啊。律师娘，你真的是要到我们甘崩去啊？啊，我想去港崩看一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律师娘，我们这甘崩的路啊，就是这么难走，很陡的，辛苦你了啊。不会，我没那么娇生惯养。就在这附近了。小心！完蛋了！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已经可以收成了，现在全部都被踩烂了。是不是万寿村的人干的？还用说？一定是他们放山猪过来踩烂的。我这次不会放过他们的。走，抄家伙！哎，你们别冲动啊！村长，村长，走，我们到万寿村去跟他们讨个公道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万寿村的那些社会党徒闹事，放野猪来踩我们的菜园，快要收成的菜啊，全部都被他踩烂了。如果我们不去找他们算账的话，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。阿雄，你去算账，那他们来闹事，到时候村子里的孩子能够玩得安心吗？可是他们故意闹事，我们不反抗，他们迟早是会吞掉我们的村子的。他们还不至于那么野蛮，闹事的只是金贵和那几个私废党徒。是啊，这次就算了吧。你们怕事，我可不怕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村长不是怕事，他只是以大局为重，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。什么忍一时啊？我已经忍很久了。你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一代传一代，这也不是办法。不准打架，为什么要打架？是啊，先打我的，一定要打架吗？走，回家。你看，大人喊打喊杀，小孩子也会有样学样。你也不希望他们长大后加入私会党吧？村长，我今天冒昧来找你，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说。我希望能在这里免费的给失学的孩子们教课。哦，原来你是想要让我们村子里孩子读书啊？是啊。读那么多书干什么？长大了还不是养鸡养鸭？万一港崩被逼迁，鸡鸭都不能养，又不认识字，那他们将来能做什么？做粗工了。就算做粗工，也能多认识字啊，看报纸、看书，对外界的消息多懂一点。村长，你相信我，接受教育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好，我会腾出地方让你教学，辛苦你了，于师娘。谢谢你，村长，能让孩子受到教育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别开心得太早，牙龙又有村子被逼迁了，迟早会轮到我们的万幸村，到时上课的地方也没有了。
我在万兴村住了这么多年，叫我怎么样，我也不办。对，死守着万兴村，拼到底。阿雄冲动，连你这个当了爸爸也这么沉不住气，人家是当官的，你拿什么来拼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生是万兴村的人，死是万兴村的鬼。农村搬迁是城市发展的其中一环，建屋发展局已经成立，并宣布了“居者有其屋”计划。我相信以后的居住环境应该会更好、更卫生吧。我们这里也不是不好，就是多了一点鸡粪、猪粪，但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呀。我不是说住在甘榜不好，不过如果城市发展起来，大家的生活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。就拿给孩子们上学来说，你们就不会因为学校太远不方便而不让孩子上课了。城市化也不只是我们国家而已，我们必须跟着大环境走。大家也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变得更好。这些大道理我不懂，等村子真的被赶的时候再说吧。不管将来怎么样，教育是不能断的，所以不论多么艰难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，给孩子们教课。律师娘，你这种坚持的精神啊，我小熊第一个佩服你。妈，喝药。事后我喝药，事后的不耐烦啦。如果你那么喜欢喝药，我可以24小时煎药给你啊，我很有耐心的。错，没事喝那么多药干什么？为什么还给我脸色看？给自己也脸色看不行吗？你是我生下来的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是不是在想念医生？很久没有他的消息，我很担心。没有消息其实就是好消息，明白妈的意思吗？你又不是在说印度话，我当然听得懂啊。你又要去哪里啊？青姐今晚要去唱大戏，所以我要去照顾俊腾。你别去了，免得别人闲言闲语。你3天2头往张家跑，已经搞到谣言满天飞了。我行得正，我当然不怕别人的眼光啊。哈，这个还给你。你的宝贝我一件都没动。对不起啊，俊姐。哎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快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在帮我妈熬药啊。啊，你妈没事吧？没事啦，只是调养身子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啊，俊腾在睡觉。忘了跟你说，俊腾有点发烧，看了医生，再过1小时记得要喂他喝药，还有不时记得要喂他喝葡萄糖水，要不然大便会太硬，孩子大便会很辛苦的。知道了。我买来吃的。哇，来羡慕。吃吧。嗯，俊腾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他体温降低了，不过以我的估计，
他还需要多4、5天才能康复。孩子生病了，我这个做爸爸的，却不能为他做些什么。你要工作嘛。工作不比孩子重要。以前连看都不看孩子一眼，现在呢？可以不要再提以前的事吗？内疚了。你会感到内疚，就证明你是个负责任的爸爸。以后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爱护俊腾。不过不能宠坏他哦。知道了，啰嗦。来吃吧。吃。哎，我差点忘记告诉你，去年我们的主角医院打破了接生最多婴儿的世界纪录，医院上下都很高兴。如果明慧还在的话，一定是最开心的那一个。你慢慢吃吧。明慧，明慧，明慧。让时光融化一切动荡和曲折。马龙龙，吃早餐喽。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心情是属于油条配咖啡屋，还是属于白粥配江鱼仔。不过最好全部给我吃进肚子里去。以前你连黑道都混过，我相信妇道这个名词是我自己发明的，就是做父亲的道理，厉害吧？黑道你混过了，相信妇道也难不倒你的。曙光中远航，用泪用欢歌笑语将希望点燃，愿与你在乘风破浪，追逐明天的理想，也努力让眼前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灿烂。手中握的幸福多想都值得，守护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，不管多漆黑，都要穿